有缘人。如果你是一个高敏感的人，你一定对觉醒有一种特殊的需求，因为觉醒可以把你从精神内耗中解脱出来。如果你是一个拥有慧根的人，那么你一定对觉醒充满渴望，因为觉醒才能赋予你透视一切的智慧。世界在你面前将会变得透明，哪怕是一个陷入平庸生活的人。人生面临困局的时候，只要觉醒了，就能从荒芜痴迷摆烂内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，从此生活变得生机盎然，人生又找到了激情。所以觉醒就是古今中外所有参禅悟道者的圣杯，每一个人都渴望认知的觉醒，从而获得生命的顿悟。因为觉醒代表着一种状态，它意味着一个人的身心灵变得无比通透。这种通透会体现在3个方面：一、认知方面变得非常灵透，世界在他面前完全是透明的；二、情感方面变得自洽，不再有精神的熵增和情感的内耗；三、欲望方面变得可控，摆脱了纵欲和禁欲2种极端上的摇摆和痛苦。那些真正觉醒的人会变成一个真正知行合一的个体，他们身上不再有动物性和社会性的冲突，他们身上的理性与感性是合一的，也就是一个坦荡自在、灵透自由的超级个体。古今中外对觉醒状态的描述有很多。王阳明说，那就是一种此心光明的状态。庄子说，那就是逍遥游离，笑傲于世界。老子说，那就是功成身退，和光同尘。佛陀说，那就是明心见性，看山还是山。虽然这些先者对于觉醒后的状态描述各不相同，但是觉醒的本质却是一致的。只要你觉醒了，就意味着你能从文化假象中剥离出来，从过去的生存模式中，从人生迷梦中跳脱出来。你开始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，重建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，重新定义自己生命的意义。觉醒意味着你要打破自己原有的闭环，打破认知的怪圈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闭环里的，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，从舒适区到安全区，从心理预期到行为习惯，我们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闭环。这些闭环其实是一种平庸的自洽，它们会逐渐变成一种自动运行的程序，最后成为一种无形的牢笼，把我们牢牢锁定在一种人生的困局里。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先知先觉的圣人们，早期都是一个虔诚的问道者，就像达摩要面壁10年才能得到，王阳明也要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冰冷的石棺中，才能在那种绝境中向死而生，才生发出剥离一切世间假象的能力，才有了顿悟和觉醒。生活中和网络上经常有些人招摇撞骗，号称自己已经觉醒和顿悟了，其实多半都是骗人的。因为一个人是否觉醒，这是可以检验的。一个人一旦觉醒，他就会出现如下征兆：一、
经常体验到高峰体验、狂喜和心流。2、开始重估自己过去一切行为的意义。3、开始摆脱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。4、开始超脱自身动物性和社会性的冲突。5、能够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。真正觉醒的人，他会发现世界的矛盾是永恒的，生活的残缺是一种常态，占有一切世间财宝都是一种妄想。因为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为不执迷，所以变智慧，放弃了独占和贪婪的迷梦。他们更享受作为一个超越者和创造者的快乐，不再对任何现实的东西上瘾，只对生命过程的体验上瘾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人生唯一能留下的只有关于过程体验的记忆，所以变得百毒不侵。于是他们能见自我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然后从自我中走出来，从天地中走出来，从众生中走出来。如果视频前的你也觉醒了，那将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的认知和感觉被彻底打通，知和行不再自相矛盾，你不再内耗，也不会因受制于人而痛苦，因为你不再关心世俗文化和周围的人对你的评价，不再按照别人预设的程序去生活，你也不会去反对他们，你只是居高临下的包容，众生平等的接纳，你只是走自己定义的那条路，因为你已经成为一个超越者，成为一个拥有终局观念的人，从终局回看生命的过程，从终局处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，然后向死而生，拥抱生命。此刻你的人生重新开始，你的生命有了热爱，所以眼里才有了光，你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美学。心流、狂喜、高峰体验等快乐对你来说只是家常便饭，当然你也会接纳生命中的一切遭遇和缘分，享受过程的惊喜和遇见。你变得幽默有趣，轻松自在，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纠结于非死不可，世界必须是怎样的人了，因为你知道一切都不过是心锚的预期游戏而已，所以不再纠结于得失荣辱，告别对世界的苦大仇深，你开始真正享受过程，而不是急着赶路，因为你知道，人生真正的目的地就在当下，最终就是达到以出世之心入世，以终局之心入局，你便有了游戏人间的心态。这就相当于用一个高维的自我来指导低维的自我，用高维的智慧来解救当下的困局。从此你开始关注自我实现，关注自己的天赋和潜能，追寻自己生命的热爱，不再纠结别人的评价。你成为了自己唯一的英雄，你绝对相信自己，因为你本光芒万丈。如果你自己不觉悟、不觉醒，就会有人接管你的大脑。95的人到了35岁的时候，人生就像一套电脑程序一样运转，这套程序完全由记忆中的行为、熟悉的情绪反应、无意识的习惯、本能的态度、信念和观念所组成。所以说，
很多人只是用5的有意识大脑在生活，其余95的行为都是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，丝毫不用动脑子。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不对，对现状不满意，但他们依旧麻木，缺乏改变的勇气，只是慢慢熬着，等待着最坏结果的到来。或许一场大的人生危机，失业、破产、疾病，可以让他们猛然觉悟，但很多时候是为时已晚，悔之晚矣。那么，有没有自己掌握人生、主动觉醒的方式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真正主动觉醒的人，都在尝试这3种方法。有缘人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，让觉醒之门在你面前徐徐开启。如果你能耐心看完，你或许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地聆听。每当你的人生遇到了麻烦，发现自己既认不清当前的局势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那你就问自己3个问题： 1. 当前面对的是个什么局面？ 2.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 3. 我到底该怎么办？这3个问题像在你大脑里开了导航地图一般，会帮你理清自己的思路，找出人生的出路。这就是人生的黄金3问：是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办？它们刚好代表着事情的状态、事情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。西方人又把这3个问题统称为黄金圈思维。它不仅可以帮我们在困境中破局，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高效的思考。你比如，很多人都喜欢觉醒这个词，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获得觉醒。但是每当思索觉醒这个问题时，思路总是会卡壳。这时该怎么办呢？你还是问自己这3个问题： 1. 我为什么要觉醒？ 2. 觉醒的状态是什么？ 3.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觉醒？为什么要觉醒？其实就是在问，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想去觉醒？当你开始这样问问题时，答案马上就会呼之欲出。你想要觉醒，无非就是出于正面和负面2种原因。以正面原因方面，你要么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尽兴，要么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活明白。2负面原因方面，因为生活刺痛了你，比如人生陷入困顿时，你变得迷茫，找不到自己的意义和方向。比如你陷入一场情感的纠葛之中时，因为与某人的情感纠纷让你开始怀疑人生。比如你的事业进入低谷期，你想不通是什么原因造成当下的困局，你左思右想，还是找不到破局的方法。上面这些问题会让你进入一种认知困惑、情感痛苦、行为摇摆的状态之中。此时你会感觉一股气息拥堵在了你心门，你想挣脱，想呐喊，但是却喊不出来。这个时候你是一个渴望觉醒的人，你希望遇见自己的光，而觉醒就是你陷入黑暗的深渊时，内心升起的那道光芒。于是我们就进入了第2个问题：觉醒是什么？
也就是觉醒后的状态是什么样的。其实一个人觉醒后无非对应着3种状态。第一，他进入了心流状态；第二，他的身心灵变得通透；第三，他感受到了高峰体验。所谓心流状态，就是一个人全身心都投入到一件事情里面，他与那件事合一了，他的心灵就像一泓清水，从雪山之巅流入无垠的草原，就像金庸武侠的开头，我走过山巅不说话，我路过丛林不说话，我淌过蓝天碧草不说话，我的心与造物主的时钟融为了一体，滴答滴答，没有了四季的焦虑，没有了生活的喧嚣。此时的心就像镜湖里的流水，它映照天地，物我两忘。而所谓的身心灵通透，就是你进入一种状态，不惑于心，不困于情，不困于事，因为你已经看破了事情，了悟了人生，你已然见自我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于是就有了跳出那堵墙的勇气，有了一种超越当下困局的高维智慧。你没有看山不是山的纠结和痛苦，只有看山还是山的豁达。此时你可能会豁然开朗，会感觉到如醍醐灌顶一般，你的心进入一种狂喜状态，所有的困顿和痛苦、纠结和矛盾都烟消云散了，因为你进入了马斯洛所说的那种高峰体验的状态。你会发现觉醒的状态正是我们人生困境的解药。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实现觉醒呢？其实觉醒的方法主要有3个步骤。第一，尊重事实，直面问题。所有问题的解都是从我们直面问题开始的。不要当鸵鸟，把头埋进沙子里面，假装事情不存在，也不要有怨妇心理。要么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环境和别人，自己拒绝反思和成长；要么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自己，然后在懊悔中摆烂。而是要勇于尊重事实，直面惨淡的人生，这样你才能学会在绝境中沉思。第二，学会聚焦问题。很多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，之所以至今无解，是因为你压根儿就对它缺乏深入的了解，你甚至都没有正眼瞧过它。但是你要明白，当你开始把自己的所有的心力、脑力和眼光都聚焦到一件事上面时，你就相当于一个科学家，开始用放大镜和电子显微镜对准了一个研究对象。你会在一粒沙子中发现一个世界，你会在一滴水中发现一片海洋，你会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，发现很多你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，你会发现问题产生的根源。第三，学会参悟。东方文化中的最高智慧就在于参悟二字。这2个字不管是在道家还是佛家经典中都能找到。参就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去关照一件事物，悟就是切断各种喧嚣的信息的干扰，开始向内而求，然后一门深入，捋清楚纷繁事物背后的共同真相，透视出各种关系背后的本质。
不管是世上的问题还是心上的问题，都经不起这种参悟和透视。你用最大的眼睛和最小的眼睛端详着这个世界，你用底层逻辑和上帝视角端详着眼前的这个问题，在极大与极小之间，你就看出了端倪，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洞见，你就开始接近了真相。有一天，当你正陷入极致的痛苦和困顿中时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原来是这样。你就像那个端坐在龙场石棺中的王阳明，突然发现我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，而心就是我的根源。心即理，心外无理，无心即宇宙，宇宙即无心。一个人解开了心的结，也就解开了我的苦；一旦解开了我的结，也就挣脱了世界的牢笼和困境。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，人生的死结就这样被解开。此时，那一股拥堵在你内心的气息终于如潮水般宣泄了出来，你的精神的自我犹如在群山之巅呐喊，在茫茫草原上狂奔，在南北两极间反转。你的身体很想呐喊，却喊不出来，只有一股暖流灌注在你心间，一道光芒照进了你的眼中，你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，只觉此时的天地无比的宽阔。然而，有些事大部分人只有在临死之前才能想明白，就是人生只是一场意识的修行，生命只是为了体现一切而来的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度自己，圆满自己的。遇事练心，反求诸己。你要知道，获取智慧唯一的途径就是亲手埋葬过去的自己。心不死则道不生，不破不立。耐心看完接下来7条内容，将助你找到破而后立的觉醒秘籍。第1条就是所谓觉醒。一个人在没有觉醒之前，他觉得自己是个人；当他觉醒之后，他就会发现自己五毒俱全，是个依照本能、靠下意识生存和抉择的动物。所以修行的前提在于觉醒，修行的本质在于驾驭自己，而驾驭自己是要你学会爱自己，与自己和解。而爱自己也并非是变得自私，而是要知道动物性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做决策的，它没有长远思考的能力。你需要帮助它做决策，但是它很顽固，你不顺着它时它就会闹腾，所以你需要有耐心，不要批判它，耐心地去爱它，让它渐渐地明白，去做那些难而正确的事儿。第2条就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世界很大，大到让我们无法想象，我们永远也探索不了这个世界的全部。我们每个人穷尽一生，也无非探索这个世界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。所以我们深刻地要明白一件事，就是相对于我们知道的，我们不知道的更多。我们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很正常，以结果问道，不骗自己，承认自己不知道是一种大智慧。而接下来第3条和第2条有点矛盾，但矛盾的非常合理。
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大，但对于我们个体而言，这个世界又很小，小到你能看见它的全部。在我们很小的世界里，你就是你自己世界的中心，在你的世界里的人与物，它会影响你，而同时你也可以影响他们。所以你就要明白，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改变而发生改变，你要学着去经营你的世界，改变你的世界，不要放弃你改变自己世界的权利。这个权利它一直都在。而第4条就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人是思想的产物，我们思想是我们经历的组合，它下意识地会指导着我们的行为和决策。就是如果说你目前的思想没有让你的世界变得美好，你可以尝试着主动换一种思想。所谓换一种思想，也就是换一种活法。如何换呢？这需要我们理性自觉的先不要骗自己，然后以追求美好的态度以结果问道。所谓贪财有道，好色有品，认识到自己无品无道去问道也是一种道。而第5条就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所经历的剧本都不一样，别人的世界和剧本对我们来讲可能都是假的，只有我们自己的世界和剧本最真实。这是我们自己的世界，自己的剧本。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真相，就是羡慕他人的世界毫无意义，玩好自己的剧本，经营好自己的世界，这就是我们自己人生的成功。当然了，你可能放不下那个对比之心，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强者都是孤独的。有一种高级的对比是智慧的高度，胆心不死，这个智慧它不会生。而接下来还有第6条，第6条告诉我们一个特别反人性的真相，就是相对于研究如何把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好，我们要更多的研究我们是如何把自己的世界搞砸的。当然了，你可能会说，有人闯进了我的世界，把我的世界搞砸了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所以第6条则是告诉你的是，生命的流程就是这样，总会出现坎坷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遇到所谓的小人和贵人。而为什么是所谓的小人呢？因为他也是个人，而他之所以会被我们称之为小人，是因为他对我们的世界不利，我们才称之为他为小人。但他对于别人的世界来讲，他可能就是一个贵人，所以他是小人也并非小人。他的出现只是让我们更加理解什么是反求诸己，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因果，教会我们更好地经营自己的世界。而最后第7条，大道至简，本心具足。觉悟的本质就是我们懂得了做什么事用什么心赚钱应该用付出之心，而并非功利之心。家庭应以帮助之心，而并非评判之心。心对了，一切都对了。觉醒之后的修行就是在于修心，心修好了，事儿就顺了，这也叫悟了。所以屏幕前的你悟了吗？你会用心了吗？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
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觉醒之门已起，步步皆是光明。愿你洞见本心，超越桎梏，活出自在通透的人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